试过多少，才不会被现实看到。只是相爱很难，刚好陪着你就好，这样不算打扰。还依然听到爱你很久清晰的心跳，那一份爱放在我心里，变成了心事，就一直在你身边围绕。我依赖的你可能都不知道，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。生活不过是你陪我走过的每秒，爱过的人现在应该都很好。记忆它如诗如画的线条，镌刻出某段青春的寥寥。我害怕知道，又很想知道你现在好不好。可能都不知道，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。生活不过是你陪我走过的每秒，爱过的人现在都很好，爱着的你应该都知道，你从未缺席过那些美好。原来你才是我一直珍惜的每秒，我答应了你就会一直都好。我给你拿水，拿水。老头子，怎么样你？没事，全都吐了。真没事啊？好像是有点不舒服啊。啊？看来以后得你伺候我了。伺候你个屁啊！伺候你喝西北风玩。我看看，你真没事啊？这个。哎呀，真没事啊，药都吃了。我看哥，这样。哎，行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来提醒了。那药吃哪？哎，爸，我问你个事儿呗。难得呀，说来听听。诈骗未遂是怎么定罪啊？你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了？没有，我就前几天看电视剧，上面说什么诈骗，我又没看懂，所以我就过来问问你。这个诈骗啊，虽说是未遂，但同样是诈骗罪，只是其犯罪的形态是未遂，量刑的时候会适当的倾斜。不过这个诈骗虽然是未遂，但是量刑的时候依然是按照既遂来看。这么夸张啊？这怎么可能嘛？还是小看他了，没想到这小子啊，跟北京互助社交公司之间有1000万的利益关系。不是，你消息靠谱吗？开玩笑，我韩子墨拿的消息，什么时候不靠谱过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把这事告诉律师啊！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哎，今天晚上算了吧，太晚了，明天约他出来当面说呢。也是哈，你现在告诉他，他也只能干着急。
啊，一起啊。哎，自己拿去洗去。你怎么一大早上起来就玩手机了？哎，你知道现在连使用手机都怎么来的吗？就是一条无形的狗链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么说就不合适了吧？怎么就不合适了？你看看大街上低头玩手机的那些人，不就像被狗链子拴住了一样吗？人现在发明手机都是为了节约时间的，到你这儿怎么就变成浪费时间了？说你呢，还玩？别看了。行，你说的都对，行吧？要不这样，今天咱们两个都把手机放在这儿，谁先看手机，谁是小狗。行。谁看谁小狗？哎，来信息了，不看啊？不看，人还没做够。谁先看谁是小狗啊？这电话对我特别重要。小狗。Hello。你要知道，咱们公司对收购他们公司是很感兴趣的。如果因为你的这种个人行为而影响到我们收购计划，那对公司带来多大的影响？现在公司要求你去杭州，给李若书先生当面道歉。大乐哥哥，哎，张宇，快喝杯茶。我们这没有热水。那就喝这个。没事，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感受。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产品被人贬得一文不值，搁谁心里都不好受。哼，那您这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一文不值的产品来了一趟杭州吗？来，赶紧吃，赶紧吃。吃饭了啊！快吃饭。妈，你们先吃吧啊！我有事先出去了，不在家吃了啊。哎，还有你，吃完了把碗筷都刷了啊。走，我走了啊。临走不忘压迫你弟，慢点啊！注意安全。哎喂，陆硕，你赶紧来公司一趟吧，常大乐来了。哎，出瑶。你们查到什么了？这个，那个，你看完以后先别急哈。哎，大乐，吴总，事情进展怎么样？不是吴总，这新艺科这边也没什么诚意啊，这对我还挺有戒心的。喂，陆叔，你先帮我问清楚他这次来的目的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你无论如何也要表达我们对这次收购的诚意，
我从来到现在连李路书的人影都没见着。我就先不过去了，有事儿电话联系，啊。不可能啊！你们说他年纪这么小，怎么去可能骗人钱呢？他要是真的去骗人了，他这辈子都完蛋了。那你们家这怎么办啊？我一定得想办法阻止他。那你知道他今天都做了些什么，联系了什么人吗？我出门的时候，他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呢，应该没联系什么人吧？你赶紧给家里打电话。啊，对，现在就打。喂，爸，我弟在家吗？啊，你弟呀，他刚才说有事儿出去了。出去了。哦，他说出去干什么了吗？哎呀，这个我还真没问是什么事儿。行吧，我晚点回去啊，就这样吧，爸。你给我叫个快递，把这个给李总送家里去，不要写李总的名字，就写公司。好的。哎，那个师傅，等会儿啊，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呢是这公司的负责人，我们前台小姑娘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，她好像把那个收件人的号码写错了一位，我就核实一下看看对不对。谢谢。13935，哎，没错，我还以为写错了。谁呀？你好，我找李洛书。李洛书，是初晨同学吧？但是他不住在这儿。他不住这儿啊，不住这儿。要不然，你再问问。哦，好，那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哎，没事儿。哎，你不是李洛书的姐姐吗？常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找李洛书啊。是他让你过来吧？这小子，把他带回杭州了，还不死心。没事啊，你放心吧。他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一定会阻止他。你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。太好了，我正愁没人帮忙，就为你弟弟这事儿来的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我姐还没回来啊？还没呢。哎，这人是没回来呀，电话倒是打了好几通。你说他要找你的话，直接给你打手机不完了吗？他找我干嘛呀？哎，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啊。一个年轻人过来找你那同学李洛书，还记得吗？我说洛书也不住这儿，怎么找咱家来了？哦，是吗？喂，李洛书，出来聊聊呗。还这么个事儿。现在你姐就在我旁边呢啊。我姐。小区门口餐厅，给你5分钟时间。常先生，你们公司还没有给过他任何资金吧？你们俩是不是特缺钱啊？是，我们家是挺缺钱的。不过他要是拿了你们公司的钱，我一定会替他偿还的。哎呦，没想到这小子还有这么好的姐姐。
先坐下。你做的事儿，我都知道了。正好，今天常先生在这儿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就老实交代吧。有什么可交代的？李初晨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？不是，等会儿。黎初晨，你不叫李洛书吗？小名啊，我叫什么和你有关系吗？你既然那么想把产品卖给我们，啊，这叫什么名字，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当然跟我有关系了。行了，人家常先生都说了，你拿一个不值钱的东西要骗人家公司钱，1000多万啊！你什么时候开始干这种骗人的勾当了？我跟你讲，我可是问过咱爸了，诈骗要判很多年的。诈骗？常先生，您和我姐都说什么了呀？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咱爸妈？有没有想过我？如果你要是出事了，咱们这个家怎么办？常先生，哎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希望你们公司和我合作，可如果就因为这样，你就在我家人面前搬弄是非，这种做法我可是欣赏不了。不是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成全你。喂，吴总。李总啊，常大乐没给你添麻烦吧？我和常大乐先生聊得非常的投机，达成了一些合作上的意向。他说他不回北京了，想加入我们团队，让我跟您递个辞呈。好，哥们儿。你在干什么？姐，我确实休学了，也确实在创业。不过你可以问他，我们产品的核心技术到底值不值1000万？要不是我需要这笔钱，我会和你们这种人打交道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吴亚军的手段？先抢注我们的技术，不让我们和其他公司合作，再强制压价。这到底你是骗子还是我们是骗子呀？我承认，你说的没错。我其实的本意是不希望你把东西卖给吴亚军的。就我以前也是搞研发的，我被这帮奸商给骗过。看到你们这样有想法的年轻人，我不希望你重走我的老路，所以才在吴亚军面前一直故意打压你们，让你们知难而退。可你不领情也就算了啊，你还害我丢了工作，你说你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？我领情了呀，我不是帮你辞职了吗？我觉得像你这样有创意的年轻人就应该闯一闯，打拼一下，不要老给别人打工，多屈才呀！行，你也不用谢我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大家扯平了，行吧？走吧，姐，姐走。哎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给你道歉，是我不够信任你。我没生气，走吧。喂，吴总，常大乐，我告诉你，你个忘恩！哎，你先别说话，你先听我说啊，爷不伺候，哥们儿毅然决然另觅新主了。记住了啊，是我开的你，不是你开的我，就这么着了啊，拜拜。常大乐那边你也别生他的气啊，也是我先去找他的。这个常大乐，居然还骗你说我诈骗，诈骗！呸！哎呀，行了，其实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，都是我自己瞎想的。再加上我知道你休学的事儿，脑子一下就懵了。姐，你不会是真的怕我惹了麻烦才放弃了北京的工作吧？嗯。
也不全是了，主要还是爸妈需要我。不说这个了，你现在休学了，准备怎么办呀？不能以后都不上学了吧？我有我的办法，放心吧。走。进。姐。怎么了？我退学的事就别和爸说了。他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，我不希望他再因为我的事费劲了。洛叔，难为你了。你说这些干嘛？姐是心疼你。还有，北京来的那位常先生，他好像挺看好你们项目的，也害人家丢了工作。明天你好好给人家道个歉，买卖不成，人情还在呢。我给他道歉？我睡了。你这老头子是不是又没带钥匙？这脑子不要算了。哎呦，你是？阿姨，您忘了，我来过的呀。想起来了，你这孩子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洛叔啊，他不住这儿。啊，我知道。这次我找初晨。找初晨？那你是初晨的？我是他同学。那你先进屋里来。沙发上坐啊。好。随便坐，当自己家一样啊。好的，阿姨。我先给你倒杯水。不是，别客气了，阿姨，我不用。你给他打个电话。最近啊，他学习比较忙，得等到放学才能回来呢。不用了，阿姨，那个不能耽误他的学习啊，没事。那行。阿姨，那个您几个儿子？我就一个儿子啊，这不吗？初晨，这是他小的时候啊，这个是初晨的姐姐初雅，我女儿。那这一定是李若书了。你这孩子，初晨和李若书是两个人啊，这是初晨，这个也是初晨，啊，你们不是同学吗？你不记得了？他们俩长得可不一样呢。我记得这个洛书小的时候啊，他要比这个初晨要高一些。洛书这个脸也是小尖脸。看着啊！来，1、2、3，茄子！初晨小的时候的样子。阿姨，你怎么了？阿姨，你是谁啊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是初晨。你不是初晨，你骗我！是我不是初晨，我是他同学吗？你是他同学，那你为什么不上课呀？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你别动！我不动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不是，我是他的以前的同学，刚才跟您说了，您忘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是您你不准动！我不动。我不记得初晨小时候的样子。初晨。阿姨，妈，你愣着干嘛？打120啊！妈，小王。妈呢？大夫刚给他说完镇静剂，睡着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就突然发病了？怎么又是你啊？妈要是有什么事，我找你。放手，放开！你妈还在这边躺着呢。去，找那只动物园去看看她去。
叔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算他要揍我，也得让我做个明白鬼吧。麻烦你跟我去个地方吧。初晨，初晨，妈，我在呢。那个，李小姐，你带我来这儿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李洛书不是我的亲弟弟。啊？我的亲弟弟在这里呢。黎初晨。洛书跟初晨是同班同学，两个人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。啊！我爸昨天带我看了《功夫熊猫》，那对阿宝太好玩了。我本来也要去看的，可是他这周太忙了，没时间。你看，哎，阿宝，给我看看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哎！你看他把我的阿宝踩脏了，这是我妈给我买的，让他赔。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爹妈没了，谁赔你啊？说谁没爹妈？就说你没爹妈。别打！哎，别打！这样，下次让我爸买一个，换你这彩脏的，行吗？好了，你说的。你好，我叫黎初晨，你叫李洛书吧。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。不对，应该是我们三个。我们三个人从小一起长大。我的父母对待洛书，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洛书在啊！怎么不夹菜呀，洛书啊？来，吃点鸡蛋。阿姨，我不吃鸡蛋。怎么了？我吃鸡蛋过敏。再来，多吃点肉。谢谢小姐。来，那初晨吃。知道自己夹着吃啊。好。这个位置好，就往这边。这边。哎。啊。这儿。好，就这样，别动了啊！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拍照了，拍照了！洛书过来拍全家福了，这是你们家的全家福。我又不是你们家的人。这小子还扭捏上了，去拉他过来。你们拍吧。来，谁说你不是我们家人了？你就是我们家人，快点！你就是我们家的人，跑什么跑？哎，书要点拿吧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来，真香啊！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好啊！来，来，看着看着看着啊！来，1、2、3，茄子！后来呢？你弟弟怎么就……初晨是初一那年出事的，那是一场我们怎么都没有料到的意外。我
医生，医生，大夫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出诊。出水！出水！再后来呢？李洛书怎么就成为你弟弟了？因为我妈妈，她把洛书当成了主诊。什么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，楚晨？走，回家，妈妈给你做好吃的。玉姐，这是洛书。楚晨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就是楚晨。妈妈的好楚晨。妈妈的好出尘。妈，病人主要是承受不住上次打击，才患这个 PTSD 这个病，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情况。目前国内外都有这种病例，但遗憾的是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100%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。病人会极力逃避在他脑海当中极其痛苦的那一场面。所以他要急需找一个替代楚晨的这样一个人，以便呢，就是假装他没有经历过那个场面。医生，那妈妈她还能恢复的跟以前一样吗？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可能，只不过所花费的时间需要长一些。这就要求你们家属啊，一定要100%的配合我们治疗，特别是在夜晚，绝不能让他一个人独处，啊，以免给他增加更大的痛苦。目前来看，这孩子倒是唯一一个能够平复病人情绪的人。你们必须和他共同配合，这样呢，才能使病人逐渐的恢复健康，好吧？大夫，这个实施起来有很大的难度。我们总不能让孩子一直在我们家里待着，让他一直在我爱人面前扮演楚晨吧。叔叔，没事，只要阿姨的病能好起来，我可以以楚晨的身份照顾她。这些年我不在杭州，都是洛叔帮我照顾我爸妈的。洛叔本来可以保送北京的，但是他为了照顾我妈，硬是留在了杭州。没想到事情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你们俩长得也不像，姓氏也不一样。我们俩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一直都比亲姐弟还要亲。常先生，希望我跟你说的这些，可以让你对洛叔的印象有所改观。爸，回来了，我妈怎么样了？你弟弟在里边陪着她呢。那个人是谁呀？哪个人啊？今天白天把你妈都发的那个人，是楚晨的朋友啊。他是洛叔工作上认识的朋友，不知道妈的病情，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。工作？
你弟弟在外边兼职了。爸，我本来想瞒着你的，其实洛叔他休学了，现在在外面创业呢。好好的学不上，休什么学？创什么业呀？啊，这事你早知道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不行，他是休学，不是退学。他想回去，随时能回去上学的。那也不行，学一定得上。怎么着拿个本科毕业证啊？不能因为咱们家耽误他的前途。哎，爸，你先坐。没有耽误他前途，这是他自己选择的。还有，我都打听过了，他创建了一个新亿科技，好多大老板想要给他投钱呢。现在还不需要他挣钱。妈，您就别硬撑着了。我想找到好工作，洛叔正在创业，都是想让咱们这个家过得好一点儿。你们也可以享享清福。这是他的选择。长大了，翅膀都硬了，一个比一个有主意。爸呢？我让他先回去了。你也是回去吧，我看着就行。没事儿，我不管。查大乐呢？他走了，我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他了。都是我，非把这个惹祸精给招来。也不怪你。接下来呢，就希望咱们这个家顺顺利利的。你呢，早日成功；我呀，早日找到好工作。咱爸咱妈都健健康康的。弟弟呢？干嘛还没出来？手续办好了？办好了。医生怎么说？还能怎么说呀？要不能停，不能说刺激呗。你们两个在外边聊什么呢？赶紧上车，咱们回家了。哎，走。怎么？楼上呗。就知道躺着，你成天能忙点正事吗你啊？老韩。吓人呢你，跟个猴似的你。爸，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一个同学呢想找实习单位，要不然你给他在你公司安排个职位怎么样？不行。爸，不是别人，是黎初瑶。你不是一直想找一个人来接替你的工作吗？初瑶比我优秀多了，你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直接培养他得了啊！儿子，你说那个黎初瑶是不是就你们班那个班花啊？怎么，喜欢上人家小姑娘，想安排在你爸公司帮你看着？看你说的，我俩八字还没一撇呢。老韩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呀，儿子帮你推荐这个优秀人才。行，那就明天一起到公司上班。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没玩够呢。那就都别去。妈，哎呀，就让你帮忙安排个小实习，多大点事儿呀？儿子刚刚毕业回来，你让他在家玩几天怎么了？别说玩1年，玩2年，我也养得起。我知道你养得起，你养他一辈子，我没意见。他多大了啊？人家孩子这么大，你就在家里待着成天玩的吗？你至于吗？你为他好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非得搞得这种态度，要是我也不听你的。就是啊。行，管不了。说你，那我就当你默认了啊，当你答应了啊。怎么样？听妈的。我跟初瑶说一声。你
你给我打电话不就行了？干嘛还亲自跑一趟？这不是想当面跟你说，让你开心一下吗？工作的事情，你先替我谢谢叔叔吧。我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一份工作，不想总麻烦你。什么叫麻烦呀？咱俩谁跟谁啊？找工作这件事啊，肯定是越快越好，对不对？你让我再考虑考虑。那好吧，你要是想好了，随时来找我啊。哎，现在没事的话，咱一起吃个饭呗。走。若回到那一天，定格你笑脸。若不知我的心愿，结局如何改变？若我能让时光重演，选择倒带的时间。我能让旁人淡然，冲破绝望的昨天。记忆的边缘有你最大心结，用我温柔生命倾注全部岁月。此后的情节，我尽全力书写，抹掉此心悲切和所有离别。让时光重演，选择倒带的时间。若我能让旁人淡然，冲破绝望的昨天。记忆的边缘有你最大心结，用我温柔声音倾注全部岁月。此后的情节，我尽全力书写，抹掉此心悲切和所有离别。流水的匆匆，是云掠过彩虹，你是一抹春风，吹散我的寒冬。人生这场梦，点燃你的夜空，要我一世守护，是最大光荣。人生这场梦，点燃你的夜空，若我从未触碰，该何去何从？